同时，当你打开之后，来吧，新玩具，今天咱们再来玩一个大家伙 ，KG 梦幻魔玩出品超级人来的车厢。这回是分盒出的，先把车厢给你整了出来。盒子的外包装非常的巨大，外边的锋绘也是画着一个2次元的赛璐璐效果，非常的带感。食品方面，全彩印刷中英文双语说明书，信用卡材质的人物卡。盒子里还会带这么一个纸壳子，你也是可以把它叠吧粘起来，模仿一下那个车头的样式。毕竟最后合完体以后变成人形的装甲模式啊，它是一个空肚子，也就是把这个玩意儿先塞进去过过干瘾吧。2柄巨大的黑炮可以插在车顶，也可以最后变成人形拿在手里。一些装饰用的装甲，2张非常帅气的嘴板面雕，哎，这个造型可以的，炯炯有神的眼睛，嘴唇的这个坚毅的效果，无非区别就是2个下巴的不同。额外还会带一个复古的头雕，这个头雕还是挺巨大的啊。老漫画里边的一个造型，方方块块的，同时当你打开之后，惊悚的就来了。哎呀，真他娘的吓人！这张脸涂的，其实这个面雕啊，也是老漫画里边在和宇宙大帝自爆之后的一个战损的烂脸啊。其实你看这一边是有边缘的，另外一边是没有的，很囧，就很囧。另外车厢上还搭载了2个灰色的肩炮啊，这2发导弹都是可以单独弹射的。虽然现在并没有什么车头可以驾驭得了它，我们也是拿那纸模来估算一下最后的一个车型长度吧。光车厢单独的长度已经达到了35到36公分，这还不算炮的距离，再加上车头的话，在48公分左右的一个长度，非常的壮观。我们想象一下，后边它还会出神弹，再把神弹驮在后边，这简直就跟一列火车一样。毕竟是配 MP 的身高比例嘛。下方这里的连接插桩是最后和车型结合的位置。电镀的轮毂，橡胶的轮胎，滚动起来其实还是挺溜的。有一个细节要注意，在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这里边有一个滑道。后轮的这一排原先是这样的，变成车型得拉下来，挺惊悚的，嘎巴2声是里边的锁定点。咱们开始把它变成所谓的基地模式，首先把上边的这些炮都摘下来。变基地模式啊，其实这2个肩炮理论上是可以不摘的。我们先把它折开吧，抠开车头红色的连接插点，左右打开，然后这里边有8个咬钩，左右对称的地方，我们把这里都卸开。这里的咬合插的还是挺紧的，合并起来我们放到上方去。车尾的货箱门其实是可以打开的，里边的空间足够塞一辆 MP 的小车。我们先把这里展开，货箱侧面的这一块装甲，抠开里边所有的卡扣。我们看到这里有2个连接的孔洞，还有这里和大腿进行的连接。然后我们顺势就把这个板子雷子折叠收纳起来。完全延展开，弯腰的关节齿轮下拖，根据这个旋转180度，这里也都是齿轮关节，还很清脆啊。打开裆部白色的位置，180度往下翻。大腿这里收纳起连接车厢的插桩，抠开裙甲，双腿顺势分开，打开一面，中间这里的插扣折叠。收进去，膝盖这里是合金的零件，在腿部往回收纳的时候 ，KG 这回做了一种独特的锁定位置，以前倒是在别的玩具上没见过。我们把这一块膝盖折叠回来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大的插槽连接这里，然后整体的膝盖往内插，再插进去，把这个带有锁眼的地方对准这个凹洞。后边这里继续的往下拖，好，卡上去。这里卡住以后，往下按这个螺丝铆钉，
把这块就锁住固定了。然后胯关节，这里是一个很硬的齿轮啊，也是为了它的稳定性。折上来以后，跟刚才我们撩起裙甲的卡扣进行锁定。双腿延展开以后，我们来整理小腿的部分。首先打开这一块面板，180度折叠，同时翻起后边2个假的小轮子。翻过来，里边有弹簧的锁点，把蓝色的面翻到外侧来。同时里边看这里有一个支撑的臂，把它折起来，最后要落到这个凹槽里边，这样进行固定。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支撑挺不靠谱的，虽然它是一个三角形的稳定结构，但是仅仅靠这一块去支撑，有待商榷。前方的这块撑好以后，后方这里我们拨开轮子，把这个滑道收进去，然后旋转一下，左右拆开这个地方有一个卡孔的位置，注意这个合金的轴往下折叠，错开一个缝隙啊，往下一点，然后把这一块翘起来。你会发现这里有2个锁眼，车型平放的时候插这里，这回我们调整角度插这里。利用这个地方的锁眼和这里进行结合，把这块板挂上，然后通过卡孔再跟这里进行结合，扣起来，再翻折这一块面板，利用这里的洞进行结合。上半身的变形，把这根炮我们转到前面去，跟这样立起来。肩膀这个位置的变形，带有圆豆的这一块零件先掰开，然后我们根据这个齿轮关节往开拉，尽量拉到最底。当你在翻转这个面板的时候，会发现这里稍微的卡一点点啊，没关系，继续的拖。当你拖开足够大的距离的时候，这里就不会阻碍了。然后我们进行180度的翻转，让这块面板贴合到这儿。对比一下，就是把这里进行磨盘转动，换了一个方向，填到方窟窿里。但这里现在锁定不住啊，于是 KG 又设计了一种奇怪的锁定结构，插针，也就是打一根钢轴进去，把这个往里推，穿过此处的孔洞进行固定。当然有人说这钢轴怎么推出来啊？你看这地方有一个抠的扳手，当你想拆的时候，抠这个红色的零件，把它就给拆出来了。哎，还挺疼。我们把这根钢钉打进去，这样把胳膊固定起来。上边的这个胳膊呢，我们直接拉长2节，旋转一下，再放下去，然后扣上装饰板。腰部的灰色面板滑槽拉长，把这个面定进去，对准这个锁眼，卡住。这2根炮我们再旋转一下。于是所谓的战斗要塞模式就差不多了。当然，如果你有其他的小车进行互动的话，也可以掰出来这一节，耷拉到下方去，当成一个斜坡的跑道。大枪再装在这个洞上。变形金刚的玩具只要加几个跑道，按几个武器就可以变成所谓的基地，这个也是由来已久的传统。况且老玩具里边还真的有这么一个战斗要塞的模式啊。这回呢 KG 给你模拟出来。说实话，这个战斗平台松松垮垮，撑的并不是很稳定，尤其刚才我们看到后边的这个三角形的架子，所谓的支臂啊，并不能很好的稳定的切在地上。所以所谓的这个战斗平台，我感觉就是一个附属模式，有它就行了。那么主要我们还是来看变成人形超级人来的马甲是什么样的吧。2把大枪先摘掉，后边的面板贴合上来，再把武器挂在这儿。主要来玩腿部啊，首先我们把这一块解锁开，然后我为什么留点指甲呢？你要抠着这个边缘拉起来，这个插栓拉到一定的距离才能解锁开下方的圆洞位置，然后再把大腿整体的拽出来。拽出来以后，这回的圆洞要锁到蓝色的合金零件上面。
给它定好位置，压下去插销。然后我们来处理车厢的这一大块面板，先把它翻折过来，抠开这里边插扣的位置，把这一块平台打好，翻开，再把刚才我们所谓折叠的那个落下去的 Z 字回归到车型的样式，放在一边备用。这一片跑道连带车厢面板整体的转开，是这样的一个 Z 字口。注意这里是上下咬合的七形钩，而这里又是两个上，所以我们在折叠的时候啊，往下压中间的这一片，这一片往上翘，进行一个这样的鱼尾形，就可以拆开两个扣子了。这样对玩具的损坏是最小的，毕竟这么大的玩具靠这个薄薄的七形钩结合的话，白痕是在所难免的。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两个细长条，这里对折一下 Z 字折叠，外面对折一下 Z 字折叠，中间还有定位的卡扣，注意双关节折叠的一个倒角位置，完全压合成了这么一个士力架。哇，那么大的一片车厢板子啊，靠片片折叠，这真是叠纸箱子了。叠成这士力架，密度还挺大的，压得很小啊。然后通过这里边的双段关节扣进去，完全的贴到小腿里面，把这个小腿装起来。这一块呢，蓝色我们就不用翻了，把里边的支臂折进来。注意看前方边缘这里有一个三角区，抠开里边有一个小的锁眼，轮子就不用往里收了。然后进行180度的内卷，卷进来以后包住腿部，这个刚才翻出来的三角区扣子扣在膝盖上进行锁定。接着把这个上方转下来，落下的同时，这里会有一个无损的咬扣，另外一边这里还有个插点。使点大力气啊，非常紧的一个扣子就锁上了。最后再把脚后跟的这个面板放平，双腿完全变好，腰部拧180度，转到这一侧来，钉钉甲扣上去。注意背包啊和腰部这里有双重的滑荡，继续往上，胳膊刚才我们已经锁好了，直接翻转下来，这一块归位，胳膊整个的拉长，打开，把拳头翻转出来，胸口的位置打开，里边两个三角区，双关节把锁定的位点和边缘加宽的地方定好，板子整个的拉出，旋转180度。当然，现在空空的胸嘛，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纸框子塞进去了，假装一下它有一个胸膛。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纸模上边有两个洞，你是需要穿过这两个锁扣的。而且这个车头的长度也是需要你把背包拉到最后缘，腰部推到最后缘。所以上半身其实还是挺厚的，个头还是非常巨大的，而且掰起来其实挺累的。身上的齿轮关节非常的紧，掰起来叮叮当当的，倒是声音听着挺清脆的吧。而且现在其实本身来说分量已经不轻了，想象一下将来如果再加上人来的车头和神诞的马甲以后，这个家伙会更加的恐怖啊！人行高度现在 A 字站立的话也在35公分以上了，如果立正的站会更高一些，加上炮顶最高的边缘差不多已经来到了40公分左右。整体来说评价一下，变形的难度其实对于 K 级的设计来说，这一款并不高，而且在一些还原的元素方面来说，对于老玩具和老动画的一个忠实程度还是可以的。但问题就是出在所谓的那个基地形态啊，其实晃晃荡荡的并不是很稳定。在人形状态下，马甲变完了之后，因为没有中间的人来啊，所以你并不能看出来这一款胸部最后有什么样的插扣来把它稳固到一起。目前看起来中间的这个框子仅靠这个纸模是不足以支撑的。还有在人形状态下发现的一些松紧度的问题，胯部这里的齿轮关节非常的紧，站立支撑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膝盖的这两段齿轮关节对于一个这么大的体积、这么重的分量来说啊，相对是有一些松的。另外就是握枪
这个插槽卡在手里边，因为枪也很大，所以这个插槽卡在手里边稳定度也是稍差了一些意思。那除此之外呢，用料方面，我觉得 KG 现在还是不错的，做工品质啦、模具的精度都很高。但是因为锁钩使用了七星钩的造型关系，难免也会出现一些白痕。总结来看，对于老日版动画有情怀的玩家们，这一回在第三方上边又可以爽一把了。非常巨大的尺寸，玩一圈下来还是挺累的。那也是看最后它其他的两盒做完了以后是什么样的效果吧。那等到合体的时候，咱们继续来讲解。那么得嘞，这一款 KG 梦幻魔丸出品的超级人来车厢部分就是这样了。